2023年8月24日，为嘉定城破378年。就在378年前的这天，发生了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嘉定三屠事件。这段历史还得从1645年4月说起。这一年，多铎指挥满清大军会攻扬州。当时，在各路参与围攻扬州的满清主力里面，真正冒死爬城搏杀的一线部队，并非满清八旗精锐，而是汉兵露营和明朝降军。前明大将李呵子所部便是其中最卖命、最精锐的主力。李呵子最早是明末陕西起义的农民，他的履历非常精彩，比吕布还略高一筹。此人先随李自成，再卧底明军，再回李自成麾下，再降明廷为游击将军，最后投降清军，并更名为李成栋。但是真正将李成栋写上历史的，却并非他的投降，而是在1645年8月嘉定惨绝人寰的屠城血案。1645年5月16日，多铎率部进入南京。多铎坐定南京，即下达令旨，承诺保留中国民间习俗，不强制民间百姓试身剃头。这道令旨言辞祥和，无非是在江南局势不稳之时，暂时收揽人心。灾难在这道温和的令旨掩护下，正向嘉定袭来。就在多铎令旨便于江南的同时，6月1日，多尔衮也亲自签署著名的剃头令，由北京传到了江南。这道臭名昭著的剃头令的主旨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留发不留头。原来清初规定民间无需剃头，降清却必须剃头，这就让那些降清官僚们有感尴尬，看见别人不用剃头，比我自己剃了头还难受。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，一批投降的官僚们不断上书建议剃头，终于促成了多尔衮下达了这道剃发令。由于北京的剃发令与南京的禁剃发令内容冲突，同一时间传到江南，使民间陷入迷茫。为此，多铎专门召会部下商议。最后，多铎鉴于江南局势复杂，决定暂缓在江南地区推行剃头令，以便继续笼络人心，继续征伐江南。在江南的一片虚幻的岁月静好里，江南市民集体旁观了满清大军连战连捷，大败明军。至此，浙江全部为满清控制。稳定了大局后，满清已经不再需要安抚笼络民心了，剩下的就是赤裸裸的暴力。1645年7月，钦授县令张维熙到任嘉定，宣布满清的江南省令予，准备在嘉定推行剃发令。岁月静好的日子终于结束了。回想当年，在满清占领南京以后，嘉定和江南其他城市一样，并无抗清意图，而是抢着在自家门前贴大清顺民的字样。如今，这座远离战火、洋溢着岁月静好气氛的城市，在接到剃发令后，终于沸腾了，愤怒了。此时，嘉定义士侯栋曾和黄元耀相约挺身而出，振臂一呼，竖起了嘉定挥剿义师的大旗。两人在嘉定同属有名望的士绅，都有很大的影响。很快，无数嘉定市民、村民聚集在大旗下，组建了嘉定义军。几乎同时，驻防江南的李成栋接到了平叛命令，也接到了南明大军攻陷嘉定的消息，于是亲率5000精锐奔袭嘉定。农历7月初1，嘉定城外砖桥出战打响，毫无战场经验的10余万嘉定义军全无惧色，乱哄哄冲向了李成栋的正规军。嘉定义军举着镰刀、锄头、铡刀，呼喊冲锋，与南明降将李成栋5000精锐展开激烈野战。李成栋下令骑兵分左右2翼包抄，再推出了数门红衣大炮，以及数百支火铳向蜂拥冲杀的义军一阵猛轰。义军在不知所措间一片一片倒下。随即，义军在满清骑兵包抄和大炮轰击后，突然转身四散。李成栋喜出望外，立刻派出骑兵追击冲杀。满清骑兵肆无忌惮四散追击，各自杀人无数。其实，哪怕是冷兵器时代，没有训练实战，更没有完整作战装备的民众，永远也不可能是职业军人的对手。所谓人民战争，并不是煽动民众前去送死的打法。砖桥战斗到后来，演变成李成栋纵兵屠杀态势。其中，一部骑兵突入嘉定楼塘镇，对当地平民手无寸铁者屠杀逾千。肆意屠杀之外，李成栋各部更是四处奸淫抢劫放火，无恶不作。大败之后，嘉定民众并没有丧失士气。黄纯耀等人集合士绅商议，认为野战不是对手，
只能据守城池，严阵抗清。嘉定城外砖桥战斗的第3天，李成栋率军与固山额真叶臣指挥的满清骑兵和众军红衣大炮会合，合围了嘉定古城。当晚雷电交加，大雨滂沱。5更，在满清军的红衣大炮猛烈轰击中，李成栋所部冒雨开始攻城。在黎明来临之前的萧杀，冷漠的黑夜，不愿意剃头的汉人和已经剃头的汉人，无人不是满脸雨水，浑身血污，声嘶力竭，卖力搏杀。而在嘉定城墙之外不远，固山额真叶臣从容淡定，他指挥着满洲骑兵往来奔驰，督战李成栋部汉军攻城，更以满清众军操控的红衣大炮不停歇地轰向城头。终于，嘉定城墙不胜红衣大炮轰击，拂晓前，嘉定城墙东门附近被轰塌了。满清军李成栋部率先由东门破关入城，嘉定一破，恨得牙痒痒的李成栋迫不及待下达了屠城令。惨绝人寰的嘉定屠城在李成栋麾下各部欢呼嚎叫声中拉开帷幕。这时的屠杀已经和最开始的剃头令无关了，它纯粹是杀红了眼的乱军借机释放人性中的暴虐。他们占据控制嘉定城内要道、制高点，遍3、5成群，分散遍布街头巷尾，由东向西挨家挨户拉网扫荡。这些之前还是南明军队的李成栋所部清军，沿街拉网扫荡，见人就以标准的汉话大喊蛮子献宝，然后随手一刀，专门砍折手脚，砍伤身躯，以伤痛再逼迫受害者拿出金银。得到金银，这些出自前南明的满清官兵欢跃而去，而受害者正在呻吟哀痛庆幸脱难时，又一群清军官兵欢跃而至，他们照旧是见人就喊蛮子献宝，照旧是随手一刀。康乾盛世时，文字狱大兴，同样剿灭了关于嘉定屠杀的记忆。不过民间依然有详细记载，当时住在嘉定屠城最惨最烈的东门一带的幸存者，嘉定竹客世家子弟朱子素在嘉定已有记事记载，腰中金银不多者，必被砍3刀，或深或浅，刀刀见骨，至物尽则杀，故僵尸满路，皆伤痕遍体。这只是嘉定3屠的第1屠。在挥军屠杀洗劫嘉定之后，李成栋搜刮了金银美女，大摇大摆满载而去。在他们身后，断壁残墙的嘉定已经奄奄一息。眼看清军离去，躲藏的人们纷纷出来。数天之后，更多远避战乱的嘉定人回到了嘉定。大难之后，幸存的嘉定民众目睹嘉定惨状，无不相拥痛哭，仇恨更生。于是义士朱英挺身而出，再组义军，擒杀了嘉定附近的官兵和剃头续辫者。同时，嘉定城外砖桥战斗被打散小部嘉定义军也慢慢聚集起了数百人，他们也在嘉定附近葛龙和外冈游击，袭击满清官兵。普丈，此人名不见经传，但是在嘉定3屠中，他投降满清，偷开嘉定北门，是嘉定3屠事件中最臭名昭著的奸细帮凶。嘉定屠城之后，李成栋司命他为嘉定县令。普丈在探明嘉定朱英义军消息，连夜向李成栋密报，为了邀功，他甚至举报了自己的好友等人。于是普丈带路，李成栋再次派遣骑兵连夜奔袭嘉定。朱英等嘉定民众全无战争经验，于睡梦中被满清李成栋骑兵偷袭杀害。这一次屠杀使得第1次嘉定屠城幸存的妇孺老小2000余人均遭毒手，无一生还。这是嘉定3屠的第2屠。2屠之后，原本人口稠密的嘉定已成废墟，罕见人迹。传说经历2次屠杀之后，不仅嘉定成为废墟，嘉定周边地区受清军荼毒，也是只有衣衫破烂、饥肠辘辘、寥寥无几的幸存者，每日惶惶不安，前行逃难。当时李成栋在第2次嘉定屠城后，因准备向钱塘江以南用兵，于是并没有远离嘉定，而是亲率老营暂时驻扎嘉定城内。1645年农历8月26日，原南明军官吴淞满清陆营千总吴之藩深恨李成栋2度屠城，因而率部举义，意欲突袭嘉定，杀死李成栋。当时嘉定已经几乎空城，吴之藩率兵不过数百，守城的是李成栋亲兵也不过数百，两军激战良久，不分胜负。这时
络绎不绝在城墙下路过嘉定的江南各地的灾民，眼见有人打击清军，纷纷手持棍棒加入义军，先后有2万灾民参战，义军瞬间军事大振。就此，吴之藩率领义军攻占嘉定，把李成栋逐出城外。李成栋带领老营败退嘉定城外，派出快马，当日急调各部军马齐聚嘉定城下，围攻吴之藩义军。当时吴之藩虽然得到近2万难民组成的义军，但义军亏缺武器，没有作战训练，完全是乌合之众。因此李成栋指挥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的清军，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是他们进攻吴之藩义军全然是单边屠杀态势。整个战斗中，吴之藩义军死战不退。李成栋愤恨之下，调用数门红衣大炮、数百支火铳，轮番猛轰义军。就此，义军全军崩溃，四面奔逃。李成栋则指挥清军往来屠杀。吴之藩眼见大势已去，遂仰天长啸，独自一人手持长矛，策马冲向嘉定东门李成栋老营，死于乱军。李成栋率部第3次占领嘉定，已经2次屠城的李成栋清军熟练散开，在嘉定城内断墙残壁间拉网扫荡，凡见汉人提刀就砍。这时嘉定城内已经没有几个本地民众了，被杀的多是最近10日从江南各地逃到嘉定的难民。这次屠杀，李成栋各部以作战为由，杀良斩首邀功，有2万以上江南平民死于非命。这是嘉定3屠的第3屠。嘉定3屠3次屠杀的遇难者至少在20万人以上。当时清军攻略江南，也不仅是在嘉定才有如此惨绝人寰的屠城事件。除了扬州10日、嘉定3屠之外，还有江阴、常熟等地的屠城。如此血腥屠杀到了1646年早春，江南几乎再无零星抵抗了。不过这时的江南已经从明代的繁华似锦景象变成了凄风冷雨、人迹寥寥、萧索破败的修罗场。这时在城市、集镇、路口赫然可见鲜红如血的剃发令告示，而满清兵勇正带着剃头匠逍遥巡行在城镇乡村。在剃头匠的担子上挂着刻有留头不留发、留发不留头的粉牌，只要没有剃发的汉人，他们见一个捉一个，用剃刀剃光头部4周头发，血流了金钱鼠尾辫。终于天下人都剃头了，满清王朝的盛世也就如海市蜃楼般冉冉升起了。